今天有什么喜事吗？啊，侍奉陛下左右啊，每天都是喜事。不对，你最近一直是愁眉不展，今天却笑容可掬，一定有好事。说来让朕也高兴高兴。哎，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只是啊，昨天去了一个地方，名曰解忧殿，可以倾诉烦恼，郁结顿消。有这样的地方？是啊，可以说何以解忧，唯有解忧殿。能带朕去吗？陛下，此殿在偏僻的修真坊，陛下去不得。怎么去不得？朕心中亦有郁结，不吐不快啊！这些属下都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可是解忧殿这种地方，它只适合我们这些人去消遣。陛下的安全是大唐的根本，容不得半点闪失。更何况又要对暗号，又要戴面具的，这倒有趣。既戴上面具，就没人识得朕是谁了。你识不得，想害朕的人也识不得，安全自然就没有问题。我大唐之长安，还是太平的很呐。那也不行啊！都怪小的胡言乱语，该打，该打，该打！这折叠眼熟，一时想不起来了。这不是瑞秋的郎君陈谦吗？我说这么眼熟呢，就是陈谦。这谁画的画这么像的？瑞秋，那个女雨师。对，正是雨师娘子。她家在哪？哦，在那边。有人吗？雍州司法参军查案。卢参军，县令，要查案啊？那你先等等。我现在跟瑞秋说的也不是小事，甚至比你们要查的案子还要大。哎，瑞秋啊，一言以蔽之，我希望你在坊中选出模样俊美、自带灵秀之气的女子数名，比如5人、7人、9人，统一演练舞蹈。到长安各方去演出，可取名为修真坊雨师娘子团，这样才能把更多的人，特别是万年姓的达官贵人招来，让他们在这里买宅子，在这里修仙，在这里吃喝，那这荒凉的修真坊不就繁华起来了吗？至于你们的工钱，都由长安献出。哦，当然，演出的时候不能戴面具，这很重要。县令，啊，这个不行。怎么不行？本县令已深思熟虑，可将你打造成长安最有名气的女子。可我并不想做那样的女子。那个，瑞秋，要不你再想一想？李方丈，那年大旱，长安就下了有数的几场雨，修真坊却是一滴甘露未降。正值我父亲去世不久，街坊邻居们都怪我雨师之家没有男丁。我这才硬着头皮戴上面具上台祈雨。确实，当夜长安就下起了大雨，并且属这修真坊下的最多，要不长安也就没有这么个女雨师嘛。前次县令要我摘掉面具，我已经摘了，要我带着几个娘子去四处跳舞，实在为难。郎君正在备考，瑞秋要为他做饭。你郎君叫陈谦？对啊。那你过来看看此画，是不是这个人？这是何人画的？好像啊。他在哪儿？现在何处？哦，他在屋里睡觉呢。睡觉？县令来到你家，你郎君却在睡觉，这不合适吧？他彻夜攻读，太过辛苦。县令来时，我本想将他叫醒，可县令说不必。是啊，我是来找瑞秋谈事情的。她丈夫在屋里睡觉，我毫不在意。明世之风不该如此吗？当如此，当如此。县令务实，不拘小节。
苏某佩服。瑞秋，我再问你，你郎君除了备考中，还有干别的什么营生吗？干过一阵子跑腿，我说太辛苦，就劝他辞了。他真的在屋里睡觉？倘若没有，雨师娘子，你可想好了怎么圆谎？县令在我家，我岂敢撒谎？既然你这么想见我郎君，那就稍等，我去把他叫醒。陈叔宝，哎，你不是去宣阳坊送东西的时候认识了个富家小姐，要给人家享荣华富贵去吗？当着我家娘子，你说这样的话是何用意啊？你不是说你的娘子？住口！我承认我和瑞秋有过矛盾，我赌气，也曾在外面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，但现在我夫妇已经和好，你为何挑唆？再说，我也不叫陈叔宝，那只是我的化名而已。毕竟读书人，当个跑腿并不光彩。苏明，你可认得这件衣服？这件衣服啊，那天郎君回来，身上突然多了这件衣服，我很好奇，这衣服哪来的？旧货店买的。多少钱？几十万，3天跑腿的工钱而已。郎君说笑了吧？光这领口的绿松石盘扣，又何止几百万？这么贵啊！我猜，他是在集送铺送东西时偷的了。是。娘子，我给你丢人了，我无地自容。那天我俩大吵一架，之后我就把这衣服挂到了生鲜里，主要是怕店里老板报官，到家里来抓个人赃并获。可过2天又想，毕竟这衣服郎君穿过，挂到那儿岂不是诅咒他？我就又跑回了生鲜里，把它拽了下来。可慌乱间，那颗最值钱的绿松石盘扣却被我拽掉了，怎么找也找不到，只好作罢。之后，不会吧？修真坊的雨师娘子，为了见到雨师娘子的真容，我特意等你下台后摘面具，所以我认识你。哦，你是红娘子旧货店掌柜的，今天到坊间收旧物。哎，您的袍子卖不卖？本来郎君是要把这衣服送回去的，是我自作主张把它当旧物卖了。要挨板子，我替郎君挨打；若要罚，我们愿意出钱。哎，卢参军，那姓戴的掌柜谋害了他的亲外甥，可招供了？招了。那这袍子本来就是赃物，又是死人穿过的，也不值什么钱嘛。至于你身为读书人，竟干出这种事情来，也太不像话了。本县令在此正式的训诫你。是，臣妾知错了。卢参军，我看这件事情就过去吧，毕竟也没有大错。啊，瑞秋啊，刚才我跟你说的事情，你再好好想一想。届时我会从平康坊和波斯馆请人来，为你画出长安最美的妆容。这个陈倩从外貌上来说，倒与阿虎所述的陈叔宝无二，但我总觉得有哪儿不对。你看他身上毫无油滑之气，似乎这都不像是当了半年跑腿的人。哎，陈倩，瑞秋的羽狮舞对修真坊乃至整个长安县都很重要，你要劝他同意本官的建议，平日里
还要好好的爱护娘子，不要让她给你做饭，也不要让她再碰伤了。你看看她的额头，哎呀，懂，全都记下了。请县令放心。卢参军，我把陈谦、瑞秋抓回去再审。胡闹！没看见新令在吗？就算新令不在，也不能随便抓人啊！啊！是。长相思，望归南。传闻凤照树高栏，龙城远，雁门寒。愁来寿转巨，衣带自然宽。陈谦，这后2句是什么来着？小的没读过这首诗啊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如此俗艳之诗，范阳卢氏还挂在嘴头，简直是。后2句我倒是还记得，念君今不见，谁为抱腰看。俗是俗了点，但还是挺朗朗上口的。哎，陈谦，你是哪里的人？祖籍颍川许县，生于雍州蓝田。哎，县令，要不你们先聊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告辞，告辞。哎，阿虎，哎，上官，你昨日说那陈叔宝最喜欢看徐陵诗集，你不会是记错了吧？没错啊，不信你再去问我们老板，我记得就是徐陵，那个南朝诗人嘛。你可看清楚，刚才那人是陈叔宝？是啊，应该是吧。他在自家娘子面前装得倒像个人似的，平日跟我们在一起混时，可没这般正经。好了，辛苦你了。画像耽误了你1夜时间，这是卢参军补你的工钱。谢上官。卢参军，刚才我是不是不该插话？插得好。秀安，拿着这幅画像去蓝田查这个陈谦。是。常看徐陵诗集，却不知道徐陵的诗，这太可疑了。罗参军，如今你探寻线索，真是越来越游刃有余了。那是喜君提醒了我，善丹青者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观察出被画之人的形与神，此人形似神非，对吧？我只是感觉而已。哦，原来是有义妹暗中相助啊！阿银呐，朕贵为天子，很多时候却不得自由。在这皇宫里，真正信得过的人没几个。陛下是有事吗？尽管吩咐阿银。你真聪明。朕听说，修真坊有个好去处，叫做解忧殿。想去，又不想让很多人知道，毕竟带太多护卫，那好去处的好字也就没了。可这解忧殿是否安全，朕也不清楚。明白了，阿依会为陛下先行探路。金饶的赤剑粉格外香甜。还是家里舒服啊。细菌炖的这个鸡汤，真有点南州老少相携的味道。饱了，饱了，饱了。细菌，你也去吃啊。看季叔公好起来，我才有胃口。有你们这样照顾，好不起来才怪呢。还得是您的灵丹妙药才能好得这么快。哎，
老费，啊，要不喝点儿酒，且忍一忍啊，等我伤口好了，我再痛饮。哎呦，知道惜命了。那2个刺客确实凶狠，老费，他们为何针对你啊？哎呀，还不是因为你，那是墨隐幽燕的徒弟，叫乌珠、赤针，起了2个鸟名。想报仇为何不直接来找我呀？哎呀，你不懂，墨影老贼以奸诈出名，他教徒弟的第一条就是打不过就跑。你那个武艺，谁不知道啊？他们敢找你吗？这倒怪了，为何我去救你之时，他们又突然跟我拼起命来，嘴上还说着什么仪式已经开始，就不能停下来？老费，什么仪式啊？哎呀，林子里风大，谁知道他说的什么？你肯定听错了。在那生仙林啊，我也遇上过这俩刺客，我是撞上了，老费却是被抓去的。不对呀，要说为墨影幽燕报仇，那第一个就得找卢凌风，第2个就得找苏某啊，怎么会？哎呦，我的胸怎么又痛起来了？啊啊！我听樱桃说，昨天他们去了个地方，特别有趣，每个人都可以倾诉烦恼，既以解忧。心中有什么郁结，说出来也就过去了。要不趁今晚清闲，我们也玩一次这个游戏吧？呀，这个好呀！我昨日就没有机会倾诉，这心里啊一直憋闷啊。这样，咱们4个依次倾诉，如何？我先来。关西武功苏轼，源自旁支。无名家无黄金万两之有，茅屋几间。无名8岁，父遭意外，命丧宫陷，死因不明。思母知邪犯侣，含辛茹苦将而养大。吾10年寒窗，得取进士，发榜之夜，仰望苍穹，抚心自问，志在何方？群星为证，此生志不在高官，而在行案，故拜名师巨擘，习探机之术。然左击右援，仍浮沉于幻海，忽登峰峦，忽坠谷底，至今10余载。世人多言无名狡黠，可谁知无名心中之愤懑？探案10余载，父亲的死因至今无法触碰，吾心苦矣。樱桃刚柔并济，无名希冀与之共身影，然身在漩涡，飞流激荡，薄冰于日夜，殒命在朝夕，怎可屈之不舍，留之又恐连累，两难之中亦两难，吾心忧矣。至于在无名心中重于泰山的大唐社稷，更是割舍不下。我是不是说多了？哎，喜鹊，该你了。你们别看着我，不然我会很难为情的。卢凌风，特别是你，转过头去。
我出身世家，身在官宦，这不算什么，因为在长安，像我这样出身的女子不胜枚数，誓言女子无所留名，入史书者亦不过皇后、公主之数。惜君不才，欲与命运相抗，故自幼习丹青，终有所成，可绘世间万象。欲以丹青留下人生之痕迹，丹青我所爱，我亦以丹青相识了心上之人。本欲诉说忧愁，思来想去，确实无忧可诉。或者说，我之小忧，与诸君之忧相比，根本算不了什么。我便分享个感受：人生在世，如白驹过隙，便没有必要把痛苦与烦忧藏在心中。可在知己面前，敞开心扉，一吐为快。我相信，若能如此，好运自会来临。不论过往如何不堪，前路终是坦途。该我了。我讲一个公主、刺客和孩子的故事。后来，孩子来到京师，昔日的女皇已逝，杀父仇人，就只剩公主。而那，也正是给予她生命、骨肉相连的母亲。老费，该你了。姬师公，你虽乐观豁达，但应该也有想倾诉的吧？老费，你不会睡着了吧？有什么好倾诉的？要审便审。我老费没什么可说的，用刑就用大刑，直接送我去见恩师。若是念在咱们还有一点交情，麻烦你们把我这皮囊葬在药王殿外。姬师公，你闭嘴！你个小丫头，你也跟着他们两个一起算计我。我知道，老费在长安混了几十年，连个房子也没有，只能寄宿在你陪父。这个意思是要把我撵出去啊？我走便是。老费，哎，老费，你不愿意说，没人逼你，更没人撵你啊。就是啊，你说你挺大个岁数，又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老发什么脾气？发脾气！你看你把喜君吓的。是我们错了，好好歇着。有些话你不想说就不说，过去的事儿你不想提，以后就不提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哎。他虽然什么都没说，但也是承认了。老费治病救人，恩泽百姓，这些年咱们都亲眼所见。
至于过去，就让它成为谜团吧。从一开始，他就神神秘秘的。我并不是想追究什么，只是最近血滴刺客频频出现，我是担心长安要出大事，所以才想从他那里探些消息。囚禁谢幽的那3个女刺客，应就是鞭子，他们早就跟血滴组织失去联系了。此次暴露，应属偶然。至于那个乌珠赤阵，他们一直出现在生仙林，我倒觉得很有趣儿。怎么个有趣法？那日老费说，所谓鞭子嘛，就是血滴中的刺客，也不算刺客，他们可以自行发展下线，但只有1对1的上限。若是他们和上线失去联络，那么就成了弃子，也有师傅把徒弟培养成鞭子的先例。若这乌珠赤阵也是鞭子，那他们的师傅墨影幽燕便是上线，所以生仙林是他们的联络点。那地方深幽可怖，百姓多有忌惮，做联络点儿，它不很合适吗？诚至所谓内奸，亦选在生仙林，故而血滴老巢应亦不远，也许就在修真坊。当年恩师狄公在查血滴组织时，曾专门从神都来到长安，也怀疑这个修真坊，只是没找到确凿的证据。有什么事啊？我想请你再走走修真坊，帮我绘制一张地图出来。这好办，我明天就去。金饼都与众不同。金饼，在哪儿呢？装好。这金饼是天子入主东宫时专门打造的，我收到过赏赐，所以那印记记得很清楚。我虽然没有受过这样的赏赐，但也能看出来，
那金饼用不同。小小解忧殿，竟可连接天子，真是想不到。窗外一束梅，四季都开花。你已经来过了，他们认得你。届时啊，你就亲自去取黄金面具就行。他是第一次来，今天就剩黑铁了。葱马铁连前，长安峡少年。到时候戴面具的人会出洋酒的葱马，你要对骆宾王的诗。不过有一点，你对的诗和他说的上句要有相同的词。这哪像暗号啊，像行酒令。就这规矩啊。边锋锦鱼赛，侠客渡桑干。原来是主尊的贵客，只是黄金会员名额有限，委屈了。无妨。会众翻过每个人面前的木牌。万能的主尊，我苦啊！老君不要我了，店也关了，而且我好不容易养大的2个儿子也抛下了我。主尊，这婆娘实在可恨，我本欲休了她，怎奈她那相好的如凶神恶煞，我一个人倒是无所谓，就怕连累了一家老小。也许我本来就不该爱，或是这世上本就无爱。万能的主尊啊，请告诉我，路在何方？飞虎。木牌上书有4字者，上台倾诉。我姓费名翘，字英俊，别号姬师。想当初，某家也是英俊少年，胸怀大志。初，我想救世，可朗朗乾坤，天下已定。我便立志救人，要成为这天下最好的药师，我就拜在老药王孙思邈门下。成其关门弟子。出师那一刻，我兴奋极了，踌躇满志。我要在长安开一个最好的药馆，我在里面坐诊行医，以后还要在洛阳、在扬州、在成都，在每一个州县都开一座医馆。唉，奈何呀，某有一好，酒也怪长安人太过热情，你给他治好了病吧，他就请你喝酒，这一来二去就变成瘾也。每次大醉醒来，我都后悔不已。这戒酒的事啊，也发过那么几回，可是美酒实在是太美了，其瘾难戒也。在长安一醉就是20年，虚度光阴。苦也。
怎么，你们都觉得不苦吗？主尊，我苦啊！继续倾诉。行，那我就继续倾诉了。虽然我常常喝得烂醉如泥，但医术高超的美名还是传出去了，就有人盯上我了。那是一个刺客组织，他们把我掳去，囚禁在阴暗的地牢，逼迫我加入，我誓死不从。可死也没那么容易呀，毕竟我曾经是英俊少年傅其志，一死了之，岂不是可惜？再后来，我就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，帮他们研制毒药，供刺客下毒害人。天哪，这不能不说是世间最大的讽刺啊！于是我懂得了什么是生不如死。终于，我找到一个机会，逃了出去，却害得药王门下多人因我被害，我悔恨至今呐。后来，我就在幽暗的鬼市浑浑噩噩、苟且偷生，不想风烛残年，竟遇上了2位英才，还有一位聪慧小姐，一位江湖女侠，还有一个少年英雄。我们一同南下西行，踏遍了大唐的山山水水，终于我又有机会治病救人了。百姓们叫我神医，病患们称我是再生的父母。那一刻我开心极了，没曾想如今回到长安，又被那个刺客组织盯上了。我曾经的身份一旦暴露，我的朋友们将如何看我呀？太可怕了，我根本就不敢想啊！苦啊！木牌上书有5字者，上台倾诉。我想讲一个公主、刺客和孩子的故事。刺客想尽办法接近公主，是为了刺杀皇帝。公主探知后，助皇帝又杀了刺客，却发现自己已经有了身孕。刺客正是孩子的父亲。我不知道公主会如何决策，但最终她选择生下孩子，又慑于女皇不能与儿相认。孩子被寄养在寺院中，直到被他的伯父带走。至此，孩子才知道他父亲的家族是一个绵延了500年的世家大族。他的家族一直秉持儒家正统，视此时的女皇，也就是公主的母亲为敌人。伯父教孩子读书，传授家学门风，并开始教他习武，便请天下名师告诉他，有朝一日学有所成，一定要替父报仇。后来，孩子来到京师，昔日的女皇已逝，杀父仇人
就只剩公主，而那也正是给予她生命、固守乡里的母亲。孩子即将面临艰难的选择，但我更愿意相信，只要心从良善出发，以大局为重，仇恨终可化解。公主与刺客之子，说到底，与世间万千母子有何区别？母慈子孝，相互谅解之日，他们也许会联手助力王朝走向盛世，而那500年世家的骄傲，也终将与王朝的荣耀融于一体。今晚倾诉大会，5位倾诉者均已倾诉完毕，请主尊决出最后的胜者。今晚最悲苦者，刺客与公主之子也。我说，不对吧？我讲的是别人的故事，且有一个完美的结局，何来悲苦啊？主尊将砍杀烦恼之魔的幸运赐予了你。姐姐，他是烦恼之魔，是大魔，常爱世俗众生烦恼，皆有其情。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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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下苏明，狄公弟子，曾任长安县尉，也曾任代大理寺少卿，在长安也算探破过几件诡案。可有人认识我？我现在怀疑，这个烦恼之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若如此，这所谓的解忧殿便是杀人的邪恶之所。怎么可能？我上次明明看见流了血。那是烦恼之魔的血。如果你刚刚挥剑砍下他的头颅，那鲜血一样会喷涌而出。主尊，我已经揭下面具，亮明了身份，你也该现真身了吧？不可，那是神，神奇潜于这躯体之内，不可冒犯。不可冒犯神，你会遭报应的，轻则疯癫，重则命亡。
当年苏某随恩师狄公探诡案之时，冒犯的所谓神灵何止100千，也不差这一个了。